老师们好，你好，请坐。哇，电视里的老师走到我面前，有点不敢相信。图片中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我也不敢相信。各位老师们好，我叫王韵玲，今年24岁，来自浙江宁波，身高1.73米，然后我本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2020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那在大学期间，我一共有过3段实习经历，分别是在浙江卫视担任实习导演，然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实习的全媒体主播，以及在湖南卫视作为主持新生，与他们一起参与了一些节目的录制。在新媒体的领域，其实我也有过一定小小的探索。比如说，在大3期间，我有过自己做一个自媒体账号，那目前是有了全网12万的这样一个粉丝。那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是以校招的形式进入了广东卫视去工作。那在这1年的工作期间，我主持了粤港澳大湾区蛇年春晚，然后也主持了广东卫视的网络春晚，然后中秋晚会，还有重阳音乐会等一系列的这种大型的文艺类的活动。那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大型的晚会类的活动之外呢，那老师们可以在我的简历中看到，我有很多外景的主持，到一些农田里呀，或者是一些技能场合。今天来到这里，我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零开始，向各位优秀的老师学习请教。如果最终我顺利的拿到了 offer，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未来工作中非常有底气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拿到，那还有一种气叫福气。承认竞争者们的优秀，也是对我来说的一种修炼和成长。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哇，你现在还在广东卫视是吧？已经辞职了，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为什么辞职啊？对啊，我们共同的好奇。因为首先我是在上海读了4年的大学，我对于这个城市让我觉得深深的归属感，这个是我选择辞职来到这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因素。因为我是浙江人，其实我去到广州是离我家大概有1345公里，我觉得稍微有点远，可能有的时候父母有些什么事情，我还需要坐个飞机才能回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第二点就是艺考的时候，我考了很多学校，然后拿了一些合格证，但是上戏给我的排名最高，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哇，那你真是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对，我是很有决心来拿这个 offer 的。那万一不成功呢？万一不成功，其实之前我已经给我妈打过很多电话，我已经就是说服他们，假如说你女儿最终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就是能不能再养我？他们说可以。如果没有拿到 offer， 我一定会去尽力的争取其他的机会。我看你也做过外景的主持，类似于这种偏新闻的状态，就是也做过综艺的主持。这2种状态之间，你觉得你自己更适合哪一个？如果非要选一个，我还是会选偏综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活泼的，然后也比较幽默的那种。我不知道老师们现在觉不觉得我很幽默，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很幽默。我怎么觉得不太幽默呢？反正就是我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有亲和力吧。你在广东工作这1年当中，自己觉得最不满意的一件作品，最遗憾的吧？不要说不满意，遗憾。我觉得可能是之前有一个重阳音乐会，我需要邀请到一些可能6旬、7旬的老人上台来跟我对话的，但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的心思都放在我怎么样可以保证每一个镜头的完美，然后保证我每一个流程都要 cue 到点上，保证我这个走位啊一定要是走得特别漂亮，表情要特别的动人，我的心思全在这个上面，然后我忽略了其实在跟那些老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说的话，就我忘记了倾听其实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后续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回看了，我觉得我好像跟那个老人之间有个屏障，就是我自己完全在叭叭叭，然后他在那边动人的输出，我不接他的话，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特别要吸取教训的一次主持吧。能意识到这个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我觉得很好，因为很多刚刚做主持人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演得像个主持人。就觉得自己最重要，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刚刚入台的我。我每次上台前，我一定要说我要打扮得特别漂亮，我要很漂亮，我的发型不能乱，就是往往是太在意这些次要的东西了。我不能保证我永远都是很优秀、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我想让我做到，我永远都是在持续成长，然后持续进步的那一个。
他在广东电视台做了很多大的节目、大的晚会，还是很受重视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典型的00后，就是他会去抛弃确定性，去来争取一个不确定性。因为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包括前面几个孩子好像都是那种完全不拖泥带水的，我想好了，我决定了就义无反顾。还是很有勇气的，很好。我现在非常钦佩00后的勇气。来，我们回忆，谁最有记忆点？整体来讲，10个孩子结束之后，整体综合起来感觉，我觉得张诗雯可能最符合我对于希望找的一个偏新闻类的主持人的状态，因为他本身有各种各样这样的新闻采访的从业的经验或者是经历，另外一方面他在我们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状态、自如的状态、自信的状态，总体来讲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以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我怎么还觉得他很适合主持晚会和他也很适合主持晚会，我觉得。我觉得我总结，他是一个综合型的，他就是明天拉出去就能上班了。可以的，就真的明天拉出去就能上班了。大晚会也可以主持了。虽然可能不是说100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做及格没问题。老板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是谁？杨凌卫，虽然他一定不是专业水平最高的那个，他知道他的竞争对手可能都是科班出身的，他没有任何专业训练，他的相关的实践经历、从业经历也远远不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可是他就是很淡定，然后说只要能够拿到实习机会就辞职，也没有半点犹豫。如果确定后面可以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义无反顾的辞职。那如果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怎么办？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现在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而且他也坦白了，他并没有 Plan B， 就这种状态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我觉得他就很像那个杜拉拉，就是看上去弱弱的、小小的，但是内心有一股劲儿。你们有人喜欢第1名吗？第1名，哦，就第1名李雨佳。我挺喜欢的，就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遮遮掩掩。他说我就是想要那个表情的时候，其实，哎，我还挺喜欢他那个劲儿的。老师们看到我能拿到第1的成绩，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敢要的人。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争取；如果它到我手上，我一定不会让它放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对，我想问你们一下，你觉得他们的状态和我们这些人在他们这个年龄的状态比怎么样？我觉得不具备可比性，因为环境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如果完全不看时间，就我当时的我和现在他们的话，我觉得年轻人都是可贵，都是可爱的。我觉得当时我也还可以，我觉得我也还行，我也还行。如果抛却这种刚才鲁豫老师讲的时代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而且差很远。不一定，你都能考上中传的播音系，你不可能差。但是那个时候，我所经历过的外边的，实践的经验，包括在学校里积累的东西，远远不如他们。这个就是时代的问题嘛。对，那个时候您想，您上学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对对对。你不可能查阅那么多资料，了解那么多知识。我那个时候刚有，03年毕业，时间也不长。我那时候记着别人教我上网的第一个就是箭头变成手，你就能点。这是我对于互联网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样子的。反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福气，但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考验。我觉得每一代人都谁也别羡慕另外一代。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很难的地方。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实习的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有嘛。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考核当中找到某一方面可能更适合自己。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实习老师，就是只要对我好的，我就很感激。您觉得什么样算对您好的呢？就跟我讲话特别耐心的，就是看你翻译的东西，其实可能翻译的没那么好，但他也不会做出那种让你内心天哪，我翻的不够好。小孩嘛，大人只要拍拍你的脑袋说不错，你内心哇一下子信心爆棚。好，你知道我当时我每天其实就干一件事，我去把头一天的新闻联播带子拿来，你从中选一条新闻，然后翻译成英文，自己去配音。最后可以说陈鲁豫 for CCTV News。我为了这一句话，我晚上要等到当时那个中央台的那个英语新闻是4套，好像很晚，我就会等到那个时候就听天哪，我的名字好好听啊，然后那种感觉非常满足，非常非常满足。应该录下来就好了。当时很幸运啊，因为我那时候做实习生的时候就是坐冷板凳，当然实习的时间短。可能1个月、2个月暑期的这个打工，到最后，代教老师看不过去了，说这小孩已经在这儿端茶送水做冷板凳做了1个月、2个月了，你给我配个稿子吧。然后我就去配了一条新闻稿，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正式进到录音棚的实习的机会。那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最残酷的就是。他最终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 offer。我想请问你，当时主持我们好男儿的时候，看到我们一个个被淘汰的时候，还被淘汰，你心里有没有感觉 ？OK，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06年、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移动互联网都没有开始兴起，对吧？没有移动互联网。然后投票是用短信投票，短信投票，1块钱1张。然后就粉丝们会真的是在街上拉路人来投票，因为每个手机有投票的限制，然后就为他们来拉票。你想这是多高的关注度啊！就出道就是巅峰了。所以这是一个被人看到的一个舞台，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所以我想跟你们讲这个事儿的这个目的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他们每一个人有代入感了，有跟他们产生共情了。但 offer 这个舞台就跟当年我们那个舞台是一样的，虽然大部分人最终都要被淘汰，都要离开，但他们来到过这个舞台上，已经是对于他们来说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了，会某种程度上或大或小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和道路的。所以只要他们来了，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小步，一大步了。对，这是你的亲身体会，对吗？对，我的亲身体会。因为我是就是全国10强的时候淘汰了2个人，那一场淘汰2个，他们今天就是10个人，他们相当于他直接来到了总决赛。你就算是第1个被淘汰的人，你最差的也就是我这样。那第10还有黑西侠和网球王子呢，对吧？我现在带的实习生很多，在3楼配音之后，看到你在播时都问老师：“黑西侠也能播新闻吗？”我说：“对，黑西侠什么都能干。”你这个说法特别好，也给了我内心很大的安慰。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后看到他们最终走到什么程度，心中不要为他们觉得遗憾或者太过的惋惜，要帮他们看到，替他们看到更加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每次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人带到下一步。如果你没有这一次的这个经验的话，你也到达不了下一次你应该去的那个舞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一步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期待一下明天。好。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专业展示了。确实，这次的竞争非常激烈，真的。这一季呢，一批有志于投身传媒行业的实习生将在上海东方卫视开启30天的实习生活，在主持人这个赛道为那个 offer 发起终极的挑战。等会儿还会考试吗？我觉得应该会有考核吧。这一次面试的我们的考核环节是试镜2个类型，第一个板块类型是新闻播报，第2个类型是访谈。我们会淘汰2位。哇，直接就淘汰2个，竞争好激烈，绝了！准备了啊！哇，就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准备，太难了。所以这是极限考战。这搞的是真难啊！他还要单独播报。嘉宾老师来了，采访1，是会搞事情的。到底谁采访谁啊？你是什么专业？
很高兴又再一次的见到你。梁田来了，填上春生入京来，很有设计感，好喜，你就问影响。它有主播的意识，神舟20号，几种两项，非人灵长类，哇，真好。本身能力非常强，这差不多可以上岗了。下一道题啊，需要2位进行编后和总结。临时加，哇，增加难度了。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频率。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茶叶起，我想说，但是其实我还是会后面乱了。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比较直接。你觉得自己漂亮吗？啊 ？Oh no！完全失控了。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很难受。我是很失望的。我们去考量淘汰2个。